大家好，从2025年9月开始，全球各大机场的安检将进入史上最严时刻。许多旅客可能心想，我又不带液体炸弹，也不带武器，应该没问题吧？但现在安检的严格程度超乎想象，很多你以为没事的小东西都可能害你被拦下，不但可能错过班机，甚至还可能被罚款。一位拥有15年经验的资深座舱长特别提醒大家，以下7样小物品千万别再乱带上飞机，就算再贵重，安检看到也只能当场丢掉。已经有很多人因此吃大亏，一起来看看你是不是也中招了。首先，我们来谈谈为什么今年9月起安检会变得特别严格。经过近年一连串的飞安事件，航空当局决定全面升级安检措施，务求将任何潜在风险降到最低。尤其是随着科技进步，机场纷纷引进最新的 3D X 光扫描设备，行李里藏什么现在都能被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不要心存侥幸，过去也许有小物品能蒙混过关，现在几乎不可能了。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位资深空服员的提醒，一一盘点7大禁带小物。可能有些东西平常你随身携带习惯了，但这次真的得注意，再不改，小则当场没收，大则延误行程还吃罚单。第一样，小小的行动电源。谁能想到几百公克重的充电宝会是安检关注的头号对象？事实上，现在各国机场对行动电源管很严。为什么呢？因为行动电源里的锂电池曾多次发生起火爆炸事件，对飞机安全是极大的隐患。也许你还记得三星 Galaxy Note 7手机曾因为电池爆炸事件在飞航界掀起轩然大波。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甚至直接下令禁止 Note 7手机以任何形式上机，连放行李托运都不行。行动电源的风险与那些问题里电池类似，一旦在高空中起火，后果不堪设想。所以现在所有航空公司都对行动电源做了严格规定。首先，一律禁止托运，只能随身带上飞机，以防万一起火能及时处置。其次，你带的行动电源容量不能太大，一般规定是锂电池100瓦特小时以下，约对应常见标示的20000到27000 mAh 以下才允许携带。多数手机、笔电的电池或小型行动电源都在这范围内，但如果超过100瓦时，比如那些超大容量户外电源，除非航空公司特别批准，否则一律不能带。很多旅客搞不清这个限制，结果买了大容量充电宝，准备旅途用，没想到在安检被卡下来，只能当场丢弃，等于白白损失好几千块钱。更别说有的人买到来路不明、标示不清的行动电源。安检人员一看这种没有清楚容量标示或安全认证的电池，就会怀疑它有危险，因为没人知道它实际容量多大，品质如何，可能存在偷工减料或安全隐患。这种情况，安检通常不会放行。过去有些旅客还可以跟安检人员讨价还价，说明一下来源，试试运气。但现在既然是史上最严，基本上不符合规定就一律禁止。海关与安检人员通常会请你把这类不合规的行动电源寄放或邮寄回家，来不及的话只能当场扔掉。想想看，你手上那颗高档品牌的行动电源可能花了上千元买的，如果没通过检验标准，一样得和你说再见。有些人因为舍不得扔，当场和安检发生争执，结果搞到误了，班机更不值得。还有提醒一点，就算符合规定带上了飞机，全程也不能使用行动电源给设备充电。现在航空公司明文规定，飞行途中禁止乘客使用行动电源或给它充电，避免电池过热。最好在飞机起飞前就把行动电源关机收好，放在随身包里或座位下，千万别在飞行中拿出来给手机充电。空服员看到一定会上前制止，因为哪怕是合格产品，锂电池长时间工作也有过热起火风险，一旦在密闭机舱起火，后果难以想象。所以现在的原则是，宁可小题大做，不冒任何风险。总之，行动电源虽小，用处很大，但带上飞机时规定相当多，千万提前了解并遵守，否则你辛辛苦苦准备的救命充电宝，反而可能害你行程大乱。第二样，指甲刀与各种小型修容工具。这听起来匪夷所思，一把小小的指甲剪为什么也不能过安检？其实许多乘客到现在都不知道，
指甲剪、眉毛剪、小剪刀这类锐利物品，一律禁止随身带上飞机，只能放行李托运。如果你忘了托运，在手提包被翻出来，安检人员一定会拦下，要求你丢弃或返回托运。有些人现场急了会说，这只是剪指甲的，怎么就不能带？但规定就是规定。自从911恐怖攻击事件后，全球飞航安全标准大大提高，一件往事至今令人心有余悸。当年劫机者用的武器，居然只是再平常不过的美工刀和小刀片，1公分长的刀锋都能夺走飞机控制权。因此，任何具有切割功能的利器，无论大小，在机舱中都被视为潜在威胁。指甲刀虽小，但它前端的锐利刀片、拔除指甲用的小锉刀，都属于可当作武器的东西。航空公司不得不防啊。有经验的旅客可能会问，可是我记得国外某些地方允许小剪刀上机，只要刀锋短于多少公分？没错，不同国家的规定略有差异。例如，美国 TSA 目前允许刀刃少于4寸，约10公分的剪刀登机。某些国家对指甲剪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切记，我们台湾和亚洲多数国家的规定更严，干脆一律不准带任何剪刀或指甲剪上机，以测安全。所以不要存侥幸心理，觉得这么小应该没差，到了安检被拦就晚了。我自己就看过一位男士花大钱买的瑞士刀造型指甲钳、钥匙圈，在安检被发现，只能忍痛丢进回收箱。他当时那个心疼啊，可也没办法，现场绝对不可能因为你说这是纪念品，能不能通融就让你过。最后他只能看着自己珍贵的指甲刀被没收，懊恼不已。其实别说指甲剪、修眉小剪刀这些，我们平常不觉得危险的物品，很多都在禁止之列。像是刮胡刀怎么办呢？一般的电动刮胡刀可以随身携带上机，因为刀片藏在网罩内不会外露。但如果是老式的手动刮胡刀，或任何有裸露刀片的备用刀片，就不能带上飞机。最好提前装进托运行李。如果你随身带了一把理发用的小剪刀，别看它只有几公分，安检多半也会判定它属于刀剪类，一样要没收。如果实在有需要在旅途中使用这些工具，建议提前查询当地规定，或者干脆在目的地现地购买一把临时用，用完送人或丢弃，免得在安检卡关。总之，现在飞机上对任何尖锐利器都是零容忍态度，为了大家安全，宁可严一点，也不要让坏人有机可乘。第三样，液体类物品。说到飞机安检，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瓶瓶罐罐带不得。没错，液体限制已经实施很多年，但依然有不少乘客大意踩雷。尤其今年9月起安检更严，大家可千万别挑战规则。基本上每一种液体、胶体、喷雾都得遵守100毫升法则，每个容器不超过100毫升，且必须装在1公升以内的透明袋中，每人最多1袋。这规定其实从10多年前就开始了，源自2006年发生的一起恐怖阴谋。当时不法分子企图携带液态炸药混入日常饮品瓶中，上飞机后再混合引爆。幸好阴谋被及时破获，从此全球航班对随身液体的携带量做出严格限制。虽然大家对这规定耳熟能详，但现在安检更加吹毛求疵，只要不符合就绝不通融。例如，你随身带了一罐120毫升的乳液，即使里面只剩半瓶也不行，因为瓶子标示容量超标了，就算内容物没满也不能带。再比如，一瓶标示80毫升的美容液，如果你忘了放进透明夹链袋，直接丢在包包里，也会被要求拿出来重新安检，甚至丢弃。近期还有不少旅客吃亏，在一些看似不是液体，其实算液体的物品上，最典型的就是各种半固体食品，布丁、优格、花生酱、果酱、蜂蜜，这些东西用肉眼看好像是凝固的或粘稠的，但安检规定中统统归类为液体或凝胶。美国 TSA 人员就曾开玩笑说，对我们而言，花生酱是可以涂抹的，因此它属于液体。意思就是一整罐花生酱如果超过100毫升是不能带上飞机的。有些旅客旅游喜欢买当地特色酱料、蜂蜜之类带回国，在机场被没收了还不明白，这不是液体啊，为什么不能带？其实规矩就是这样，流质、胶质
膏状都算。同样的道理，你不能带一大罐果冻上飞机，哪怕它是固体状，用汤匙一挖就破形态的，都按照液体算。有人花大钱买的高档奶油、芝士酱，还有贵价面霜超过100毫升，一样在安检乖乖扔掉的，真是心疼又无奈。所以最保险的做法就是把所有液体、化妆品、药品、食品等提前装好夹链袋，而且一件超标都别带。超过100毫升的饮料、酒水、酱料等等，要么就托运，但酒精浓度高的酒托运也有限制，别超量，要么就干脆不带。很多人登机前忘了丢水瓶，结果瓶子里还剩半瓶水，被迫在安检口当众灌掉或倒掉，很狼狈吧？更惨的是，有人带着刚买的名贵香水，因为容量超标，被迫忍痛丢掉，那可是几千元的香水啊！但规定面前再贵也没用，只能看着心爱的瓶子被收走。最近全球各大机场对液体的检查变得更加细致，你包里有没有拿出来的液体，他们透过先进仪器也能发现。所以别心存侥幸，觉得小东西藏包里他们看不出来，真的被扫描1秒就露馅。顺带一提，婴儿奶粉、药粉这类粉末，现在安检也注意，如果分量很多，美国规定随身携带粉末超过350毫升就要额外检查，也可能被盘问用途，甚至要求打开检验。因此出门在外，液体、膏状、粉末这些敏感物品还是能不带就不带，必要携带的就提前申报或配合检查，遵守规定才能顺顺利利过关不上麻烦。第4样，打火机与火柴。抽烟的旅客要特别注意了，你随手放口袋的一个小打火机，在某些机场可是雷区。根据规定，一般情况下，每位乘客最多只能带一个普通打火机或一小盒安全火柴登机，而且必须随身携带，不能放在托运行李里面，因为怕误触起火。但是一人一个，这已经是最大极限，而且部分国家直接完全禁止携带任何打火机、火柴上飞机。举个例子，美国曾有一段时间严禁随身携带打火机，现在则允许一个普通气体打火机，但禁止任何油式打火机，如 Zippo 油灯型，因为油料易泄漏和安全火柴以外的火柴。而我们邻近的中港澳地区更加严格，全面禁止旅客携带任何打火机，不管你身上还是行李都不行。因此，有经验的人飞往这些地区，都干脆不上，机前抽完烟就把打火机扔掉，以免过安检被抓出来。有不少旅客不知情，兜里揣着平常用的打火机，结果在香港转机安检时被没收，只能干瞪眼。有些人喜欢收藏高档打火机，比如限量版的 Zippo 或 DuPont， 价值上万，若是不巧带在随身行李里被发现，那可真得当场挥泪告别。因为再贵重的打火机，只要规定不让带，安检可不会管你那是多少钱的宝贝，为了安全一律留置没收。有位朋友就跟我提过他的亲身经历，他在国外买了一支纪念款的名贵打火机，没注意转机规定，结果在第2段安检时被拦下。安检员很直接的说，这个不能带上飞机，如果你有随身行李要托运，可以现在去托运，否则只能丢弃。但转机哪来时间跑去托运，他只好眼睁睁看着那只打火机被投进违禁品回收箱，想追回也不可能了。除了数量限制，打火机的种类也有讲究，防风打火机、喷射式打火机这类火焰高温集中的类型，在多数国家都是明令禁止随身携带甚至托运的，因为它们火力强，危险系数更高。安全火柴虽然允许带一小盒，但也只能随身带，不能装行李。有人可能想聪明反被聪明误，把多余的打火机藏在托运行李里，觉得反正托运不查随身，这其实非常危险。托运行李在飞机货舱，万一打火机受挤压泄漏起火，根本没人及时察觉扑救。今年不少航空公司再次重申，打火机绝对不能放行李托运，发现一件罚很重。其实行李过 X 光机也能看出打火机外形的，千万别冒险。总而言之，如果你有抽烟习惯，建议在机场安检前就清点一下身上，确保只有一个普通打火机，没有多余的火种。另外，也别携带什么瓦斯罐、煤油罐之类补充燃料，这些都是完全禁止的危险品。不少人出国爱带户外露营用的小瓦斯罐，
想着托运应该可以，结果在安检被查到属危险品，只好没收，非常可惜。事先查明你的飞行航线允不允许携带打火机，规定不同就遵守当地规定办事。当然，最稳妥的方法就是干脆不带，飞机落地后再想办法取得火源。现代机场通常都有吸烟室，里面也许有人愿意借火，不必冒险随身带太多打火机上路。第5样，食物类，特别是肉制品。很多人喜欢出国旅游时带点零食在路上吃，或买当地特产食品回家和亲友分享。但你知道吗？肉类食品其实是机场检查中最大雷区之一。这部分不仅涉及飞安，更多是各国海关检疫的要求，非常严格。尤其近年来全球关注动物疫病，像非洲猪瘟、口蹄疫的传播，各国对跨境携带肉制品的管制几乎到了一抓到就重罚的程度。先说我们台湾本身的规定，从疫区国家，包含大陆地区等，携带任何猪肉制品入境，一经查获，第一次就罚新台币20万元，而且当场缴不出罚款的外国旅客，一律拒绝入境，直接遣返。这不是吓唬人。这2-3年已有上百件旅客因为行李夹带肉干、香肠、火腿等被开巨额罚单的案例见诸报端。有的人只是不知道规定，带了几片家乡腊肉，就吃上20万的罚，悔恨莫及。除了台湾，各国也都不允许随便携带肉类、生鲜食品入境。像日本海关早就明文公告，任何肉制品都不得入境，连在飞机上发的肉类餐点都不可以带下飞机，要吃就当场吃完，不然下了机场检疫，狗闻到你包里有剩牛肉面包，都会拦下你。澳洲更是以检疫严厉闻名，别说肉类，一颗生水果、一颗生蛋都不让你私自带进去，违者罚款几千澳币起跳，还可能被起诉。曾经就有旅客因为携带香港买的月饼，里面有蛋黄馅和火腿，入境澳洲，被罚了折合台币10几万元。美国的规定则相对允许携带已经密封包装的商业肉干等入境，具备官方检疫标签的产品，但生鲜肉基本不行。而且就算带罐头或包装肉类也一定要申报，没申报被抓可是大麻烦。美国农业部对旅客夹带食物查得也严，传闻在美国机场，如果你包里有个苹果忘了吃，出海关时被搜出，都有可能罚你几百美金。这不是玩笑，因为生鲜蔬果和肉蛋可能携带病虫，必须严防。有人或许会问，我只是在飞机上吃的剩牛肉三明治下了机，忘记丢包包里，这也有事？真的有事。很多国家，包含美国、澳洲、日本等，都规定飞机餐剩余含肉的部分不能带入境，必须在飞机上吃完或丢在机上的垃圾袋由航空公司统一处理。如果你不小心带下去了，被嗅觉灵敏的检疫犬闻到，你还是要面临罚款或其他处分。所以建议大家下飞机前检查一下随身行李，把不能入境的食物趁早丢掉，免得出关时被拦。除了肉、水果、蔬菜、种子、奶制品等很多也列入禁止清单，各国细节不同，但原则都是生鲜的农产品基本不要乱带，像台湾人爱带茶叶蛋、肉松面包出国当干粮，有些国家就不允许蛋或肉松入境，一样会没收。前阵子还有一条趣闻，有位旅客从澳洲带了袋鼠肉的纪念品，居然是腌制的袋鼠睾丸，结果入境被澳洲海关没收，幸好他有事先申报，没被罚款，但那昂贵的补品也打了水漂，还被拿去当反面教材展示，可见各国对肉制品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些大多属于入境时的海关检查，不是出境安检，也就是说，你从出发地上飞机，可能没人管你包里那包肉干，但下了飞机，在目的地就会有麻烦。所以不要侥幸觉得起飞时没事就好了，等降落被抓到一样受罚。当然，有些情况是在出境安检就会拦，比如你手提行李装了满满一锅卤肉或一盒汤汤水水的菜，那首先液体就不行，其次安检人员也可能提醒你目的地不让带，所以最保险的还是避免携带任何动植物源的食品。如果真想带，务必事先查清目的地的规定，做好申报手续。有慢性病或特殊饮食需求的乘客，可以申请航空公司特别餐食或随身携带医生证明文件的食物。
总之，嘴馋带零食无可厚非，但千万别带到违法，否则一口美食没吃着，还吃上一张天价罚单，那就太冤枉了。第6样，未申报或包装不明的药品，出门在外带一些常备药很正常，但药品这东西在国际旅行中一不注意就可能踩法律红线。各国对药物的管制差异很大，有些在台湾买得到的成药，在别的国家可能属于违禁药品。举例来说，含有麻黄素、可待因、codeine 成分的感冒药、止痛药，在日本、新加坡等地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处方药，旅客不能随意携带。如果你不知情带了很多这类药品入境，被查到，轻则没收，重则可能被怀疑走私药物而遭到调查甚至逮捕。今年就发生一起轰动的事件，台湾艺人露露黄路子英在2023年6月和工作团队赴日本拍摄，没想到因为行李中携带的药品、保健食品和精油数量较多，结果在新千岁机场遭海关扣留盘查了9个小时之久。日方担心他们是不是带了禁药或违法物品，最后确认没问题才放行，但也因此耽误了一整天行程。这件事在台湾旅游界引起很大讨论，大家才惊觉原来连维他命、精油这些看似无害的东西，如果携带过量或标示不清，在某些国家也可能被怀疑。药品的申报与证明就更重要了。如果你有在长期服用的处方药，务必记得携带医师处方笺或证明书，而且最好保持药品原包装完整且标示清楚，不要图方便把不同药丸拆出来混装在一个药盒里，这对安检海关来说非常可疑，他们无从确认那些白色小药片是维他命 C 还是违禁的麻醉药。一旦起疑，你就得花很多时间解释，甚至可能被暂时扣留调查。所以切记，药品宁可多带证明，也不要随意拆散。各国对随身携带药品的数量也有规定，一般以不超过自用30天份为原则。换言之，如果你带了一行李箱的药，即便那些药本身不违法，也可能被怀疑你要去别国贩卖药品而遭拦截。还有的国家对中药、草药、动植物制成的药材也有限制，比如含有麻黄的中药，在美国就受到管制，带入可能违法。再比如一些国人爱吃的安神助眠药，在某些国家可能被视为精神类药物受严控，如果没有提前申请许可，就别贸然带进去。另外，别忘了出境回国也有规定，很多人在国外药妆店大量采购成药、保健品带回台湾，但依照我国规定，只有旅客自行使用的药品才能免许可携入，且数量有限度。如果你帮亲朋好友带超过自用分量的药，一样可能在回程入境台湾时被没收，甚至处以罚款。之前就发生过旅客从日本带回沉香感冒药、退烧药，结果在桃园机场被拦下来，因为那明显不是自己吃得完的量，已经违反药事法相关规定，面临数万元罚款和那些药全被充公的下场。所以对于药品，够用就好，资料备齐，主动申报是3大原则。尤其现在安检升级，他们会更仔细扫描行李，如果看到很多药品药丸，肯定会多问几句，不要心存侥幸，觉得药品小不起眼就不申报，万一被查，麻烦可不小。为了你的旅途顺利，也为了遵守各国法律，带药一定要特别小心谨慎。第7样，额外的锂电池与电子装置电池，这一项其实跟第1项行动电源有关联，但也容易被忽略，所以我们特别在提醒，除了行动电源以外，任何含锂电池的电子产品或备用电池都可能是安检检查重点。常见的像相机的备用电池、笔电额外电池、电子烟的电池模组，甚至很多人随身带的行李箱、充电宝电池，通通有讲究。原则跟前面说的类似，一律随身携带，不可托运，而且电池电量容量有限制。就拿相机电池来说，你可以带几颗备用电池在身上，但如果带了太多颗，引起安检人员注意，他们有可能要求你解释用途，甚至限制数量。通常锂电池额外带2颗左右是上限。再比如一些专业摄影器材用的高容量电池、医疗仪器电池等，可能都超过100瓦时，需要事先申请批准才能带。无人机玩家也要注意，无人机的电池通常瓦时数不小，带2、3颗以上就可能超标。
一定要查清航空公司规定并告知。不少旅客吃过亏的还有智慧行李箱，就是代理电池可以给行李箱供电，甚至可以骑的那种。这类行李箱如果电池无法拆卸，很多航空公司是直接禁载的，因为无法移除电池，就没法依规定随身放置，一旦托运有火灾风险。所以今年9月开始，台湾这边民航单位特别公告提醒，如果你的行李箱电池可拆，下飞机前也建议先把电池拆下，随身带进机舱，以符合规定。还有一点要注意，电子烟现在在许多国家也是违禁品，尤其在我们台湾本身，电子烟是非法的，所以不管出入境都不要携带。电子烟除了法律因素，它里面的锂电池也属于危险品，在飞机上如果误启动，加热可能引发火情。国外曾发生多起电子烟电池在行李舱爆炸起火的事故，所以航空规定电子烟只能随身，不得托运，而且飞行中绝对不能使用。总的来说，凡是含锂电池的设备，现在都是安检和航空法规关注的焦点。你带的笔记型电脑、平板、手机等电子产品，本身当然可以随身携带，不用太担心，只要关机或飞行模式即可。但如果你有额外的电池配件，一定要留意数量和规格。安检现在还会特别检查锂电池上有没有商品安全标章，像台湾要求经济部标准局的 BSMI 认证标志，国际上也看 UN 38.3 安全测试标记等等。如果你的电池三无产品，无品牌、无标示、无认证，被抓出来肯定不让你带上飞机，因为不安全因素太高。这类电池只能说赶紧想办法寄存或者丢掉，千万别硬带上机。再啰嗦一句，飞行途中如果你发现自己的电子装置或电池有过热冒烟迹象，一定要立刻告知机组员。很多锂电池火灾都是在初期就被及时处理，避免扩大。一旦起火，千万不要用水浇，锂电池遇水可能更危险，而是应该用随身携带的灭火器材，或请空服员用专门防火设备处理。所以坐飞机时，如果可能的话，把含锂电池的设备尽量保持在看得到、拿得到的范围，不要全部塞进行李架上，远离视线。一旦有异常，可以马上发现并处置。航空公司和安检单位现在对这方面都格外小心，其实也是为了大家的飞行安全着想。好了，以上就是7样看似不起眼却可能严重影响登机的小东西，你是不是开始检查自己的行李清单了呢？总结来说，今年9月起，各地机场安检执行力度空前提高，宁严勿宽是主调。那些年头已久的携带限制规定，如今被拿出来强化执行，我们千万不要再心存侥幸或一知半解。或许有人抱怨，现在坐飞机管这么多，连指甲剪、打火机都不让带，未免太小题大做。但想想看，飞机在3万英尺高空，一旦出事就是大事。每一项规定都是前人用血泪换来的经验啊。就像100毫升液体限制，是因为有人曾企图用液态炸弹、近代刀剪，是因为有人用小刀片截机。严管理电池，是因为真发生过电池起火险些酿灾。这些小细节关乎大安全，我们多花几分钟了解遵守，比起事后懊悔要好无数倍。最后再提醒各位几点通关小秘诀：出发前一天复查随身行李，有疑虑的物品宁可放托运或干脆不带。过安检时主动配合拿出该拿的物品，笔电、液体袋等，不要等人家发现再翻找。随身行李里尽量不要留下任何尖锐物或超量液体，就能快速通关。若不小心被拦到违规物品，千万保持冷静配合，按照人员指示处理掉，不要和安检人员争执较劲，毕竟规定如此，争也没用，还可能越弄越糟。这段时间全球机场都在加强安检，人员也承受很大压力。我们旅客多一份理解，少一份抱怨，其实也是在为自己争取顺利登机的时间。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大家避开地雷，平平安安出门，顺顺利利回家。未来安检趋势只会越来越科技化、严格化，我们与其抱怨，不如早点熟悉新规，做个守规则的旅客。毕竟出门在外，安全第一，规定虽多，但都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平安。下次打包行李前，记得想想今天这7条提醒哦。
祝大家旅途愉快，再贵重的物品也不用担心被丢，因为我们都准备好了。